黄种人、黑人、白人为什么可以自由交配，没有产生生殖隔离？在自然界中，熊猫与棕熊都是熊，但无法孕育后代；狮子与老虎都是猫，也可以孕育出狮虎兽或虎狮兽，但它们无法继续繁殖出后代。同样的例子非常多，鲸豚、豹狮兽、杂斑马等等。那么黄种人、黑人、白人为什么可以自由交配，还可以继续繁衍下去？黄种人、黑人、白人是我们对不同肤色的人类的一种称呼。生殖隔离的问题关键在于各色人种是否有共同的祖先。我们之间是狮子老虎的区别，还是就像不同的老虎只是花纹多点少点的区别？这一切答案都有迹可循。因为人类一直传承着一份远古的记忆，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来了多久。不会失传的远古传承。男性遗传物质内有一条较短的 DNA， 称之为 Y-DNA， 它是性染色体的一部分，也叫 Y 染色体。如果你身体中存在 Y 染色体，那就是男性，否则必然是女性。换句话说，Y 染色体传承于父系。由于 Y-DNA 传男不传女，警察可以通过确认 Y-DNA 来确定凶手的性别，同时可以进一步确定家族及姓氏。而科学家则用它来探寻人类父系的起源。经过对全球大量人口的 Y 染色体测序，科学家发现全球人类的父系祖先来自于非洲。这项证据在生物学中称之为 Y 染色体亚当说。母系祖先也是有迹可循的。繁殖后代时，父亲仅提供了一半的 DNA， 母亲则为新生命提供了整个细胞以及另外一半 DNA。 简单来说，父亲的 DNA 直接拎包入住，而房子以及里面的家电、家具都是母亲的，而母亲的又来自于娘家。众多家电中有一个为细胞运转提供能量的细胞器，叫做线粒体。线粒体中也存在 DNA， 简称 mtDNA。 母亲是外祖母的肚子里出来的，意味着母亲的 mtDNA 传承于外祖母的卵细胞，而外祖母 mtDNA 又源自于她的外祖母。换句话说， mtDNA 传承于远古的祖母。因此，与 Y 染色体道理一样，科学家通过 mtDNA 发现远古祖母同样来自于非洲。这项证据在生物学中称之为线粒体夏娃说。双重 DNA 证据显示，黑黄白人共祖，意味除非现存人类中诞生了新物种，否则不存在生殖隔离。生殖隔离，生殖隔离简单来说可以归纳为3点：一、由于尺寸或者形状不对等原因，直接无法一起玩耍，你应该懂什么意思。2、即使玩耍了，基因也无法相互结合，比如 DNA 长度不对或者条数不对等等，也就是那一半的 DNA 进不去娘家门。3、即使亲缘较近的物种，基因硬是相互结合了，杂交的后代也无法繁殖后代。下面对应上面3种情况，分别举例子。1、人和蚂蚁，自行脑补配图。2、人体46条染色体，黑猩猩48条，人拿出一半23条，黑猩猩拿出24条，结合时会出现有染色体无法成对。3、亲缘关系较近的马64条染色体，驴62条，结合时马为32条，驴为31条，虽然孕育出了骡子，但是骡子的染色体是63条，意味着最后一对性染色体无法成对，也就是没有性别，无法分裂出成熟的生殖细胞，因此无法繁育后代。如果是同一种群出现了生殖隔离，也意味着新物种的诞生。不过，这个过程一般都会伴随着长久的地域隔离，也就是长时间切断基因交流。人类为何没有产生生殖隔离？目前科学主流观点认为，人类起源于非洲，1000万年前，
板块运动促使东非大裂谷形成，抬高了地势，温度下降，裂谷东边的森林逐渐变为草原，西边的猿类在森林中沿着森林的演化路线继续前进，东边的猿类则与它们产生了地域隔离，从此分道扬镳。东猿望着一望无际的稀树草原，无树可居，只能下地谋生。为此，一部分猿类演化出了直立行走的技能，并且腾出了双手，点亮了利用工具的技能。它们拿起武器，增加了自身的攻击力，加上树木稀少，树叶果实难寻，便逐渐提升了肉类蛋白在食物中的比重，从而获得了脑容量的提升，使灵智远超于其他物种。后来有一个分支孕育出了这个时代的霸主，发展出了文明，他们自诩为智人。智人于2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，他们在6万多年前走出非洲，一路安营扎寨，跨过冰封的海峡，遍布全世界。各处安邦的智人开始在不同环境的制约下各自演化，基因发生了些许变化，演化出了不同的肤色。如今，智人与西猿及黑猩猩又能见面了，但400万年前的地域隔离早已产生了生殖隔离。对于智人内部来说，6万年并不足以在基因结构上发生重大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既然智人可以遍布世界，可又有什么可以在6万年间完全阻隔大陆间进行基因交流？没有几10万年的地域隔离，也就不存在生殖隔离。